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孙红雷、张若昀特工演技炸裂，对照之下深潜诚意差距明显。诚意首次主演的间谍剧深潜已上线，其热度直接飙升至第一。诚意的号召力不容小觑，不过似乎他的实力更加出众。进入深潜的官方评论区，映入眼帘的评价有：男主演技太差，修炼演技再出来，和奔着29岁的诚意来看的，太刺激了等等，可谓褒贬不一。实际上差评一片啊！就如同云鸿深得知日本间谍子爵要见的人，就是从长沙军统偷了作战图，来上海要交给日本人的曲文志。他想将其除去以绝后患。诚意的眼神锐利而坚毅，只是嘴巴微微嘟起，仿佛塞进了2个鹌鹑蛋，而蓬松的头发竟接受过夹板的处理。在这部剧中，建议抛开偶像包袱，因为这是一部谍战剧。此时，云木之未能向儿子解释清楚真相，这让云鸿深感到愤怒。父子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。诚意的五官全都凝在了一起，显示出一种情绪，但面容十分丑陋，缺乏阳刚之气，实在算不上好看。云鸿深的心性尚不成熟，在父亲的暗示下，他被管家锁在房间里，以防他扰乱了云木之的计划。一副桀骜不驯和不甘的场面，在诚意的演绎下，居然变成了一副咬嘴、撅嘴、扭曲的流氓形象，实在令人失望。诚意用狠辣、男子气概的方式踢门，以此来释放云鸿深心中积蓄的愤怒和倔强。在整个过程中，诚意的脸部表情没有露出，单凭利落、干练、有节奏的动作，确实能吸引一部分观众。然而，一旦诚意那凹凸有致的脸庞出现，偶像剧的氛围和帅气的姿势立刻显现，立刻让喜欢看谍战剧的观众们望而却步。明明是云鸿深和日本人互相指着对方的鼻子，可是诚意的头部为什么歪向一侧？这样的画面真是令人不忍直视。哎呀，换个角度看，诚意依旧保持着斜着头的姿态，真的一点都不担心把脖子扭伤吗？尽管云鸿深的姿势非常帅气和潇洒，但单枪匹马的他仍然落入了日本人之手。在深潜中，诚意饰演的角色在狠辣和桀骜不驯方面，完全通过挤眉弄眼和撅起厚嘴唇的表演来展现，几乎没有其他的变化。不得不承认，观看了诚意的演技后，人们不禁感慨：且行且珍惜吧，不要辜负了观众们辛苦积攒起来的口碑。观众纷纷评论道：诚意真的没有演技，演得好烂啊！更有观众表示，真心不知道诚意是怎么火起来的，搞不懂。那么，桀骜不驯、绝地逢生和不甘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？张若昀在《谍战深海之惊蛰》中展现出的潇洒姿态和气场，毫无偶像包袱，充满了男人的魅力。在人多势众的欺凌下，陈山这个地痞流氓额头上布满了紧张的汗水，仿佛要用来洗脸。尽管张若昀的表情显得很胆怯和漫不经心，但他那不屈服的态度和激光抢的嘴巴，看起来非常带劲和痛快。陈山听闻叛徒透露出共产党名单，而他此时的身份已经变成了国民党肖正国。这一转变，使得张若昀无需借助台词，仅通过一个斜视的眼神和狠辣的嘴角，便将当时的紧张氛围充分展现。别看你的眼睛虽小，但传递的信息量却相当丰富。肖正国凭借出色的大脑赢得了领导的信任，但在遭到了同事的嫉妒和举报后，他依然镇定自若，冷静地反驳对方。即使我们知道他在背台词，但他的表现却十分自信从容，极具吸引力，根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的存在。肖正国一本正经、条理清晰地阐述完自己的理由后，那嘟起的小嘴和幽怨又坚韧的小眼神，
竟然显得有些可爱。不得不提，张若昀在严肃的场面中运用炸裂的演技，装出一副明白却又装傻的模样，效果堪比爆炸，同样能够吸引无数目光。观众热情评论道：“张若昀出演谍战剧，真是令人兴奋不已！快去告诉你的朋友们，一起来观看吧！”提及拿捏揣着明白装糊涂这种表演技巧的演员，不得不提到《潜伏》中的孙红雷。就像余则成首次前来接翠萍的情节，两个陌生人利用暗语交流的片段，孙红雷那迷瞪的小眼神实在是太逗了。此外，余则成看似平静地说出千万别，而孙红雷惊悚的眼神和撕拉大嘴的画面，已经吓得小编汗毛直竖。堪称吓人的鬼片，这一评价已经不足以准确形容。说实话，孙红雷即便一言不发 ，merely 凭借他那冰点以下的眼神和面部表情，就能将那份狠辣和犀利的神韵完美展现出来。潜伏在2008年风靡全网，小编就不必费劲多加介绍了。毕竟，小编随便截取一段潜伏的片段，都能看到这样的评价：孙红雷演啥像啥，演技一直在线。对比哭戏、煽情和对待家人，观看诚意。张若昀和孙红雷激烈交锋的场面后，再欣赏他们深情款款、催人泪下的哭戏，更能凸显流量与实力的差异。就如同孙红雷面部的每一颗毛孔都清晰可见，而程毅的面容却光滑无比。云木之为了营救云鸿深，不幸遭遇狙击手击毙。这一情节的到来，使程毅开始展现令人心碎的哭戏，显得十分自然放松。程毅整个表演过程中泪流满面，鼻涕纵横，嘴唇撕拉，五官扭曲，十分接地气。程毅抬起了头，晶莹的泪水在他的眼中闪烁，痛苦悲伤的情绪溢出屏幕，十分真切。观众们哭诉道：“程毅的哭戏太感人了，让我很难过。”程毅的演技一旦涉及哭戏，他身上原本的偶像包袱就会自动消失，这是令人称赞的。当云鸿深自我责备并再次挥动巴掌时，程毅面部肌肉的抖动和响亮的声音清晰可见，十分震撼。然而，程毅在舒适圈的哭戏之外，演绎孙子对奶奶的亲密举动时，却显得十分尴尬和矫揉造作。明明是云鸿深向云老夫人展示自己见状况的情节，但在程毅的演绎下，竟变成了二流子、不务正业的状态，实在是令人失望。可惜的是，程毅引以为傲的哭戏，对于用心的演员来说，都能产生强烈的共情。就像《谍战深海之惊蛰》中，萧正国的心上人张离驾鹤西去，他回忆起过去二人度过的甜蜜时光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无论哪个角度看，画面中都呈现着满满的悲伤和泪水，十分真实。悲伤至极的萧正国，甚至能清晰地看到张若昀脖子上血管凸起的景象，完全沉浸其中，感同身受，令人惊叹。如果要描述张若昀的哭戏，那是一种放声大哭的状态，而孙红雷在潜伏中的表现，则是压抑和克制。当左蓝牺牲时，余则成掀开他身体上覆盖的白布，那一刻他震惊地往后退了一步，那份心理状态十分值得赞赏。尽管孙红雷在整个过程中保持沉默，但他木讷的面部表情和充满隐忍的眼神，直接揭示了余则成内心的震惊，他难以置信。不可否认，面容嚣张跋扈的孙红雷，当面对儿女情长的情景时，显现出憨态可掬、呆滞迟缓的表情，令人不禁心疼，具有极强的共情能力。即使到了今天，翠萍和余则成隔着街道深情对望，彼此眼中含情脉脉，却不得不忍耐，无法上前拥抱的场景，依然会让小编感动得泪流满面。他们的演技堪称小编看过最出色的谍战剧，这一评价恐怕仍显不足。程毅、
孙红雷和张若昀在身前谍战深海之惊蛰和潜伏3部作品中的表现，无不令人叹为观止。尤其是在哭戏部分，他们的精湛演技都展现出了较强的共情能力。然而，一旦重新融入那些充满阴谋和斗争的情节，诚意有时就会显得在耍酷，而不是认真表演。对此，大家认为程毅的演技是需要提升，还是可以接受呢？